你有没有过一种冲动，就是把玻璃打开，从2楼跳下去，或者找床单滑下去？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每一分钟我都想用这种方法逃出去，但是却又很害怕。主要是怕什么？因为楼上一直在着火嘛，那个猪棚或者是一些杂物一直丢下来，丢到地面，累积了很多，而且它们都着火。如果跳下去的话，有可能被一些尖锐的东西会刺穿我的身体。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这一位男士啊，是林先生，他正在接受前中国央视节目主持人柴静啊，现在生活去了国外，他的一个专访。而这一位林先生呢，就是在11月26日香港5级火灾鸿福苑中2楼的居民。他在下午6点成功逃生以后，与家人团聚，随后呢，在网上发帖描述了当时的一个过程，并且感慨人生无常，希望大家用更坚强的精神来凝结和修复。当时呢，我们的频道啊也转发了这样的一个帖子，好像这样的事情已经有一点点让人视线模糊啊，有一点渐行渐远了。但有一个事情呢，一直郁结于我的胸中，还得不到释怀。这样的一场火灾才过去了12天，其实事发当天我就在想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痛。作为一个上海人，在10多年前，上海也有过类似的大楼起火啊，静安区胶州路的火灾，我们有过这样惨痛的经历。而现在呢，在香港，随着我自己啊年龄和林先生相仿，也步入到40多岁了，对这样平白无故突然发生的这个非常悲惨的生命的逝去啊，真的是郁结于心。我很想能够去说一些什么，我跟王太啊也在讨论，我们能说一些什么呢？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过了10几天啊都没有任何的视频，我也没有太多的表达，只有这样的一个帖子，在我看起来虽然真实，但也是不痛不痒的。我在想这个事情，首先它是能说的嘛？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样的自我审查是难以避免的。我看了看朋友圈，好像我有很多朋友，好像我的工作中、生活中结交了很多的人脉。我的朋友圈有足足5000多个人 ，maybe 有6000个人。当我搜索鸿福苑，再点到朋友圈去看的时候，一共你猜只有5个人发帖留言，这还都是在官方允许的那些帖子之下。有一位留下了救灾的联系方式，有几位表达了这样的一个祈愿，再也没有更多的话了。我们说，那么又说什么呢？冷冰冰的批评、责问、诘问，用有些这个观众的话来说，要我们再去踩一次红线，还是说毫无理性的情绪宣泄？好像你都做到了，好像你也有情感的表达了，但是跟当事人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如果我们做一个视频，怎样才算帮助到他们？这些受难的人，他们需要的是钱吗？需要的是一个声援吗？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视频，恐怕又会被很多人批评谩骂。就像我任何一个反思，想要再客观、再中立、再强调我们只是吐露心声，总是会有人过来踩一踩，来破坏这属于原本我们自己的表达的小花园，非要来踩上几脚，吐上一口痰啊，来扔进一个杂物来做破坏。就这样过了12天，我们没有任何声音。我为自己其实感到一些羞耻。有3个事情让我改变一些想法。第一个事情是我之前看了一个墨西哥的电影，整个电影
是一个 action movie 乏善可陈，但是电影讲好人与坏人搏斗的最后出来的那一段话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哲学家说的，甚至于被肯尼迪曾经引用。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来说，他一直在敲打着我，告诉我想一想，说一些什么。我到最后会告诉大家。第二个事情恰恰就是在11月26日，我的小孩，也就是大家知道Wilson， 他在香港，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到达了香港。因为他们学校呢，整个有几个国际学校在香港进行运动会互相要有一些比赛，这就是早就定好的事情，他过去了。这使得我和香港人和那些受灾的人好像在情感上更加近的拉近了一层，使我在担心自己小孩安危的过程中，更多的去想那些人多么无辜啊，他们怎么会受到这样的一些灾难呢？那第三个促使我现在凌晨12点半还坐在摄像机前面对着镜头跟您来说的第三个触动，就是这一位前央视的主持人柴静，他在采访了这一位我们发过帖的林先生视频的采访。看完我的心绪更不宁了，我要告诉自己，我现在就要行动起来，我想要去说一些什么。那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我说一些什么呢？林先生他是一个很小的很普通的小人物，甚至于他就出生在这样有40多年楼龄的一个屋子里。从他离开，从他再也没有了自己的家一直到他一无所有，经过了4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香港市民。他给到我们一些回忆，我想首先把这个视频采访中他讲到的那些回忆可以告诉给大家。我之前说过，即便在上海10多年前，我已经有20-30岁的时候听说过那场离自己不过几公里的一场大火。其实当时到现在都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你听到大火它是抽象的，你感慨于生命的流失，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细想一下，你可能会感觉到那种疼痛你可能会感受到那种绝望的心境和心情。但林先生的讲述把我们拉回了现场。他首先出去按那个警铃，但是警铃是不作声的，然后他去通知那些邻居。要不了多久，整个走道都布满了浓密的黑烟。到什么程度呢？到他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去照着这样的一个走廊，都是看不清楚的，只能摸着走廊向外去走。这里面他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隔壁的邻居一个婆婆和一个女佣陪着他们。这个婆婆发出微弱的气息当她去呼唤过她不过回到房间以后因为火势在燃烧，因为她也很害怕，她再也没有能够再去救这位婆婆。而这位婆婆是5点多就离世了。当主持人问他说为什么这个时间会让你特别感慨，因为他说他是6点多得救的，他觉得他还是可以应该再要出去的，再去救一下外面的这一位婆婆的。这些细节让我非常受到感触。还有几位邻居也已经有60-70岁了，印象中有2位吧，他把他们叫到自己的家中。那时候家中的火还相对是受控的，只看到窗外包着那个塑胶的这个地方火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红。他把他们请到家中，给他们保暖的帽子、长裤、长衣都穿在一起。他望着家中也不知道能做什么，看向窗外
他看到有消防员，但是整个竹屋棚啊，都在往下掉，杂物在往下掉，大火在燃烧，这个噪音是非常之响的。怎么样？即便他在2楼外面都听不到他的这个声音。他的妻子哭喊着跟他电话，他的妈妈也从国外打来电话，他骗他的妈妈说我要打包走路了，我看到消防员马上就要过来接我了，你不用担心啊，我会没有事的。他知道他讲的是骗话，但是这就是他可以做的事情。他甚至于发消息给他的朋友，托付他的朋友说，未来你要照顾好我的小孩啊，帮忙照顾好我的妻儿。等到火势更大，快要顶不住的时候，他也不敢去找另外一条逃生的通道，因为有邻居告诉他那条通道平时居然是被上锁的。那么你敢冒这个险冲出去一次，冒着浓烟出去吗？你敢冒着外面的有逃生通道但实际上是被锁住的风险吗？他不敢，他就躲在家里。还好他是幸运的，在6点多的时候消防员过来，一个一个要解救他。这一位林先生又做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他请2位邻居先走，说我还年轻，我顶得住，我可以再支撑一下子。然后他是最后离开的。他离开以后甚至于他没有和其他人去挤占医疗资源，他请朋友驾车带着他去1小时之外车程的医院再去治疗。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他走到门口，在外面隔离的麦当劳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小孩。他说小孩问他日以为伴的玩具带了吗？没有。那再也玩不了游戏了。他说你看，我情急之下只拿了护照其他的一些身份证都没有拿，我拿了你的 iPad。 小孩很开心，说我又可以玩了，就说爸爸没有死。他说妻子跟他是眼睛交流，对，就是那个此前哭得撕心裂肺的妻子，他们也没有拥抱。他讲得很具体。当他治疗完之后护士说来吃点粥吧，你可以等下就可以回家。他才意识到我饿了。他才意识到我的家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朋友跟他说保住命是最重要的，一切可以重新来过。但他却在采访中告诉主持人，过去的40多年，生命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女儿最喜欢的玩具一个都没有了。在他曾经长大的这个地方一切就都没有了。所谓的家是记忆的承载，是这个过程伴随着时间的存在，他们没有了。他告诉我们真实的火场你什么都看不到，难闻的气味，炽热的火焰。他告诉我们真实的火场不是看到这些邻居一个一个的死去，而是他说整层人消失了。一个女的消防的官员最后在电视上讲解的时候，她也是讲到这里哽咽了，说不下去了。因为很多人在那个瞬间烧成了灰烬，什么都没有了，是令人震惊的。他还是住在2楼，那些住在楼上的人呢？他们怎么办？他们会有多么的绝望呢？是这位林先生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些过程。他说那些曾经的邻居一起生活了40多年，可是突然发现和他们的一张合影，一张照片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他的小孩穿着别人给的衣服，他说我可能还有能力重新来过，可是他总感觉心里是空落落的。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那我又能做一些什么呢？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另外一个事情。今天和一起从中国过来的朋友见面，大家在我们的餐厅吃了一顿饭。
他不在上海，他们家是从另外一个城市到达大马的。我们互相交流着为什么要生活在马来西亚，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我讲到的时候，讲到我们家的理由，我觉得更加多只是机械记忆的说啊，因为疫情啊，因为封城啊，那个太难受了，你懂的。好像他也能够懂，但他那种懂好像就是我原先认为的懂别人火灾，懂上海那场火灾的那种懂。哦，火灾了，有生命逝去，应该难受，是这样的。连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亲身才3-4年前的事情，他好像从刚才讲的林先生描述的10几天之前那些细腻的、细节的、生动的、令人心痛的事情，慢慢变得模糊了、抽象了，连我也都只能说，疫情、封城让人太难受了。我想我在努力的回忆，我不想让这些回忆可以远去。我想他们不应该被忘记啊，他永远不应该被忘记。那林先生从一个我认为抽象的事情慢慢讲到这样具体，而我自己经历过的具体又慢慢变得抽象。可能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他的这个故事复述出来，讲述出来，让你知道，让我自己能够记住。可能这就是一个目的吧。这又让我想到生活在大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会说，好像又活过来，好像又重新可以活了一回。因为到我们这个年纪，越来越可以敏感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越来越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情共情到别人。你有老人，你能够理解到别人的老人，你有小孩可以共情到其他的小孩。那同时我们又有更多的欲望，希望能够抒发和表达。可能就仅此而已。我不觉得像林先生自己说的，他现在缺的只是钱。他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问他说，那么你想要什么呢？他说，我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些邻居啊，就是他生动的回忆啊，不能让他们白白的死去啊。他说，我想要知道谁应当为这个事情负责任，他会付出怎样的责任。我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也想知道谁究竟会负责任，他会付出怎样的责任呢？那我们这样说有用吗？我想还是有的，因为毕竟我们在说呀，如果我没有记忆错的话，我想来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像打动我们的这个林先生一样，表达，同时表达我们经常说的2个词，个人的、真实的。只有个人渺小到如此普通的一个个人，他内心的真实的一个宇宙，才是最浩瀚、最绚烂的，才是最有价值的，才是最应该让每一个人所铭记的。这不也正是当代文明发展到了的应当有的程度吗？而真实也是我们的底线。即便讲到这里，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马，可能很幸运，新建的楼都有 lift bomba， 都有一个消防梯，我们可能也不一定会碰上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没有忘记啊，和我们当时经历的疫情一样，疫情的时候为什么希望表达，我们为什么出来一遍一遍的跟别人说，我觉得就是那些词，叫 it could be anyone。 那今天发生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it could be anyone。 就在我说这段之前，还在问自己，那我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样来说会有作用吗？有，
又只是杯水车薪啊？我想还是有的，因为表达本身，帮着刘先生说出来本身它就是意义。最后我想告诉你，我看的那个 action movie 墨西哥电影啊，它最后讲的那段话是一段英文，他说 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good men do nothing。 中文翻译的意思是，邪恶猖狂的唯一理由是好人们一无所为。就讲这么多。如果想要更多的走进我的内心，每周我们都有交流，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谢谢。我觉得唯一的想法是告诉我为什么会着火。为什么这点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要有人出来负责任吧，要还一些不幸离世的人居一个公道。之后在的人全都是失联，不是生，不是死，是凭空消失了。那您为什么提起他们？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他们啊。